编辑出版习近平著作选读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您现在看到的是5月22号，中共在北京召开的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卷出版座谈会。要把学习选读作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的重大政治任务，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话说这个出版座谈会级别很高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这个会议上仅仅是个主持人，发表重要讲话的是蔡奇。你想想，蔡奇是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那这个级别就很难超越了，对吧？再超越的话，就得习近平亲自主持会议，来号召大家学习自己的著作了，这多少有点不太好意思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会议的级别之高啊。蔡奇在这个会议上的讲话有一句话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蔡奇表示，要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入魂。入脑、入心、入魂，入脑、入心、入魂，入脑、入心、入魂，入脑、入心、入魂。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值得品味啊。怎么理解呢？我觉得入脑很容易理解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开会啊、办事的时候啊，表面上看着聚精会神，但其实呢，话到耳朵里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全当了耳旁风。所以呢，我们就说这种情况下就不叫入脑。所谓入脑，你就必须是聚精会神的接受所有的信息，认认真真的学习，是吧？心无旁骛，这叫做入脑。那什么叫入心呢？入心在韩语里有个词叫入心入肺、入骨入髓，那意思就是说，不仅仅入了你的大脑啊，那你体内所有的细胞，你都必须全面的接受习近平的思想，完全无条件的这个接纳这样的一个思想对你身体里的各个器官的这样的一种侵入，如此呢，你才能体会到这个思想之伟大呀。这叫入心入肺、入骨入髓。那什么叫做这个入魂呢？这入魂这句话最难理解，因为这是我刚看到入魂这个词啊，我感觉有点像法轮功，因为那法轮功天天不就讲个魂啊、魄啊、主啊、神啊，对不对？那共产党是个无神论者，怎么就说起来魂魄来了呢？而且这句话我最先看到的时候我想起了日本有款酒叫一滴入魂。这一滴入魂的意思就是说你喝一滴这个酒你马上你这个魂魄就开始魂不附体了，你就开始飘飘欲仙了，你就开始怎么说呢？忘记你自己所有的痛苦了。那这就是酒精的作用嘛。那这个一滴入魂给人感觉好像是习近平这个思想也起到了酒精的作用。你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有什么痛苦，你学习之后，你也就灵魂上得到了洗礼，是吧？你再也没有痛苦了，这是第一。第二呢，让我想到了那个新婚之夜抄党章。我们过去节目里讲过，新婚之夜抄党章其实有2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在新婚之夜这样的日子里都不忘抄党章，党章重要另外一层含义是党章实际上对人心灵有一种重塑的功能。你抄党章的作用可以起到洞房花烛夜获得的快感，也就是高峰体验呢。所以我在想这习近平思想一滴入魂可能也是在传达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你读了这样的著作，学习了这样的思想，你其实也可以获得跟洞房花烛夜相媲美的那样一种高峰体验。要通过学习选读，全面系统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要学出政治忠诚，学出使命担当，学出实干精神，学出深厚情怀，学出斗争本领，学出清醒坚定。要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入魂。说完了入脑、入心、入魂咱们讲一讲《习近平著作选读》这本书这本书其实有点来头它是人民出版社在今年4月15号出版的，是中央文献编辑的，这是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出版书籍中间的最高规格这本书出版之后中办还专门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要布置如何学习领会这本书的重要精神和讲话应该说这个级别已经超越了改革开放之后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这3代领导人。也就是说，习近平从书籍出版以及在全国范围内
学习自己著作的活动，他已经直逼老毛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咱们今天就讲一讲这背后的故事啊。共产党的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呢，在任上的时候啊，或者任下的时候，总会出一些自己的书啊。这个是从老毛时代开始的。老毛在建国之前就开始出各种各样的单行本，比如说《论持久战》呐、十大关系啊、矛盾论、实践论呐。建国之后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单行本还在出，同时从50年代开始出版那个毛泽东选集。毛泽东选集就是把毛泽东的讲话啊、文章啊，也包括一些训令啊、指示啊，汇聚成编，以档案的形式出版啊，在全国各地让大家来共同学习。到文革之前呢，一共出版了4卷本。那毛泽东选集的第5卷呢，在文革开始不久就开始准备着手编撰啊。当时这毛选的第5卷编撰小组的办公室就在中南海的甲楼。这中南海的甲楼啊，原先是刘少奇的寓所。文革开始不久，老毛不是把刘少奇给赶出去了吗？就死在了河南开封，那甲楼就腾出来了。那么中南海中间就把这栋楼啊，当做是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办公室。当时啊，这个小组就把老毛的一些手稿啊，从这个中央档案室里头用武装汽车押运到这里，然后大家一开始翻阅、学习啊、整理啊，在这编撰毛选第5卷。那么这个毛选第5卷编了一段时期之后，形成了一个初稿，老毛不满意，后来就放下了。后来大家都知道，这抓4人帮的时候啊，是华国锋在怀仁堂给这个张春桥、王洪文，还有包括姚文元这3个人打电话，让他们来开会。开会的理由啊，就是说是毛选第5卷编撰小组准备开会，因为这3个人都是毛选第5卷的编撰小组的成员。这其中王洪文和张春桥呢是政治局常委，而姚文元只是政治局委员，所以以这么一个理由把他们弄到怀仁堂一网打尽的。那你可见当时毛选第5卷编撰的级别之高啊，就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都是编撰小组的。后来在文革结束之后，老毛去世1周年之际，毛选第5卷出版了。当时啊，编撰的都是老毛啊那不断革命的那套理论，所以后来邓上台之后呢，就把这否定了。后来毛选第5卷虽然没有公开回收啊，但是后来再版的时候就没有毛选第5卷的内容了。那当时华国锋出版毛选第5卷的时候啊，还准备说以后还要出第6卷、第7卷、第8卷、第10卷，但这之后都没有了。事实上也不敢出，为什么呢？因为他第5卷出版到截止到文革之前，老毛在文革10年过程中间那些批示啊、讲话呀，有几百万字，现在都在中央文献档案馆里头。那要是整理出来公布出来，我觉得这共产党的合法性就没了啊！所以那东西千万不能公布，现在绝对不能公布，都是国家机密啊！老毛除了这个毛选之外，还出什么呢？就是毛泽东著作选读，这个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出版的2本，甲编和乙编。除此之外，就是还有一个叫红宝书，也就是毛主席语录。这毛主席语录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书外面披上一层红色的塑料壳。这个当时啊，在全国各地很稀罕，因为你天天揣在兜里头，有这么一个塑料封皮的话，这就不容易弄坏嘛，所以那被称之为红宝书。所以老毛你可以看到了，这个当时他出版的这个品类啊最丰富，但是量也非常大。有人统计啊，毛选第5卷呢，当时是印了2亿册。之前的这些毛选呢，每一本书基本的印刷量也都在1亿册左右啊。那红宝书的存世量呢就太大了啊，发行量啊，据统计，当时在全国各地的印刷有12亿本啊，而且流传到世界各地啊。那你可以想象，这可能是人类出版历史上登峰造极的，能跟它比肩的也就是圣经啊。除此之外，我觉得没有人能跟老毛这相比了啊。他邓上台之后啊，是比较反感这一套个人崇拜的，但是他也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嘛，他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他实际掌权之后，就先是开始出版邓小平文选第1卷，就84年嘛，到93年的时候出最后一卷，就是第3卷。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这是我国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小平同志以89岁的高龄，亲自审定了全部文稿，体现了小平同志对党的事业的高度
负责。邓非常看重这第三卷，因为第三卷是邓小平思想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说，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么一个理论的框架。那么这一部分呢，内容一开始初稿只有20万字，它是逐篇审阅啊。93年的夏天呢，其他的领导人都去北戴河开会啊，他不去啊，他留在北京，跟邓小平文选的这些编撰人员一起逐篇审阅。最后编撰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啊，有28万字，邓小平也很满意。他自己曾经说过一句话，要给历史一个交代这件事情。所谓给历史一个交代啊，说白了就是说，邓小平作为这个思想，他认为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啊，是贡献非常大的，这是历史的一部分，应该被记录下来。包括历史将来怎么记，他自己都得参与审阅，所以邓本人是非常在意的。邓除了这个《邓小平文选》这3本之外，几乎没有发行过其他单行本啊。当年曾经是把《邓小平文选》的几篇文章摘选出来，出版过《邓小平谈香港问题》，一共9篇文章。那其他的单行本就几乎没有了。那邓之后，江和胡啊形成了另外一种惯例，就是在任内不再出文选了。那江泽民的文选呢，是在2006年出版的。那这个时候，江泽民已经下台好几年了，而且这3本文选一起出，他出版也是人民出版社啊中央文献编辑的啊。后来在胡锦涛也是一样，胡锦涛也是在2014年的时候3卷本的胡锦涛文选同时出版的，而且呢出版发行量很低呀。江泽民的文选啊，首版的时候只有30万册，邓小平的比较大啊，邓小平据说加起来也有几千万册啊。但是你想想，这30万册，如果你不仔细找的话，基本就没有了啊。这是在邓之后形成的改革开放啊期间3代领导人的文集出版的这么一个惯例。那么这里我还要讲另外一个标准，就共产党的天字1号的人出文集啊、文选呢，它有一些特殊的待遇。这些特殊的待遇它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你看到了吗？首先是这个封面上可以有个人的头像。然后你翻开这个封面之后呢，会有一个标准照，这标准照下面呢会有一个自己的手写签名，这是天字1号的标配。而且呢，这天字1号的标配这个封面啊，会有一个覆膜，这个覆膜呢就是那个半透明的纸，我们小时候都有印象，软软绵绵的啊，有点像那个大白兔奶肠里头包的那层这糖锡纸啊，这是只有这个天字1号才可以享受的待遇。老毛当时的毛选都有这个，邓选的时候当时也有，但是后来在江泽民时代的时候就取消了，但是在胡锦涛时代啊，现在又恢复了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么一个待遇啊。第二，就是天字1号人出的这些选集也好，文选也好，在扉页上第2页全都有一句话，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大家就可以看，从毛选到邓选到江选到胡锦涛都有。但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比如说陈云呐、周恩来啊、朱德啊，这些人出文集，通通都没有这句话。第3点，只有天字1号的领导人呢，才能出线装本。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包括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都出了繁体字和简体字的线装本。胡锦涛文选线装书的出版，同先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线装书一起，形成了党的经典著作线装本系列。这线装本一看就是高大上，对不对？你想想，这个再过1000年，如果要是人从垃圾堆里头挖出来这毛泽东选集的线装本，那肯定是文物啊，对不对？那线装本一看本身现在看起来就像文物，那这个其他人都不能出。你像周恩来你就不能出线装本，你这个陈云也不能出线装本，只有江泽民、胡锦涛邓小平才能出线装本，这也是天字1号的待遇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习近平出的书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就开始陆陆续续出书啊。他其实在上台之前也就已经开始出书了。他出的第一本书叫《之江新语》。这《之江新语》这本书是他当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他以笔名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10篇文章。这10篇文章我觉得特别值得一读啊。就是你要想了解习近平的真实文字水平和思想认识水平，《之江新语》是最真实的。因为他在之后发表的这些讲话呀、这个文章都是由写作班子写的，他无非就是念一下。
但是《之江新语》啊，基本上是习近平自己写的，有秘书给润色一下而已。所以你要想看习近平真实的自我的文字表达，你要看《之江新语》。《之江新语》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啊，发行量很低，但是他当了总书记之后啊，这发行量又重新就暴涨起来了，一共发行了100多万册。应该说习近平啊也赚了不少稿费啊，那具体多少咱就不知道了。那么在他上台之后的2014年，他开始出版了第一套书，这本书叫《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书啊是外文出版社出的，不是人民出版社出的，挺有意思啊。而且到现在已经出到了4卷本。我仔细看了一下这4本书啊，它其实是2卷讲述他一个任期之内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也就是说前2本是讲他第1个任期的，后2本是讲第2个任期的。我猜啊，这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还会继续出下去，那他第3个任期还会有第5卷、第6卷，这是一套书。第2套书呢叫《习近平重要讲话汇编读本》，这本书呢也是2014年开始出的。有人把它称之为叫习语录啊，因为它大致可以对应成毛主席语录那个书嘛啊，但是没有红宝书当时那么影响大啊。这是第2套系列。第3个系列就是这个习近平著作选读，就是今年4月15号出版的这2本书。大家注意到了吗？习近平现在出版的这几套书啊，既有因应历史的，也有自我创新的。所谓因应历史的，就是老毛当年出过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编和乙编，习近平现在呢也出习近平著作选读1卷和2卷。从1卷和2卷的这样的一个排序来看啊，不排除他将来还有第3卷和第4卷。那如果出第3卷和第4卷的话，那应该他就超过老毛了。老毛一共也就只出了2卷嘛，这第一。第二，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个实际上老毛也没有，是他自己创新的，而且他是在任内就开始不停的出，而且发行量还很大。据说啊，现在这本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全球各个语种加起来已经有600多万册了。那在现今这个时代，大家已经不怎么读纸质书这个时代，这个发行量已经非常惊人了啊！这是从出版书的类别来看。如果你要从这个出版书的级别来看呢，那挺有意思的。我们刚才讲了，习近平他现在还没有出这个习近平文选，也就类似于老毛的这个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这个系列的书啊。但是你可以看习近平治国理政这本书啊，已经出了线装版，这也是亘古未有的。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出习近平文选，但是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书啊，它的装潢本身已经类同于过去的那个邓小平文选了。因为他那个书，你看封面上也是有习近平的标准像，翻过去之后有一张习近平的工作照，而这张工作照很像老毛当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红卫兵那样招着手。那么习近平著作选读这个呢，那更是如此啊，就给人感觉他现在这些出版书籍的这个级别啊，都直逼老毛。因为这个习近平著作选读这本书就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央文献编辑的。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历史主动精神、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关习近平出书的这些细节，我们大致就讲到这些啊。那接下来我想谈一下我的看法啊。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我个人觉得啊，这首先赚稿费这事儿吧，我觉得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个国外有不少人在分析，习近平不停的出书啊，都是为了赚稿费。你想想老毛当年那个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那赚海了那个稿费了。毛泽东当年是中国最有钱的一个人呢，他的稿费好多亿呀，那就是中央办公厅给他存着啊。所以老毛出书赚稿费这事儿呢，这个是当年啊，不能说不是他一个动机，但至少是让老毛成为了一个中国最富有的人。但习现在出版这些书啊，肯定是稿费也不少赚，我估计也是多少个亿啊。但我想这肯定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因为对于习来说，钱这东西还有什么意义啊？更重要的肯定是别有他图。
那么从蔡奇的这个讲话来讲啊，我个人觉得习现在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这样的文字包装来打造自己在党内独一无二的神一般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习他跟过去的历届国家领导人不同的是这些领导人到任期就下了，而习打破了这个惯例。那打破了这个惯例之后那你就需要说服大家，你跟别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说，你得塑造自己，因为任期制是不需要塑造自己的，你只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在这10年中间执掌政权的人，你到这你就下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任期制的限制呢，那你就跟一般人不同了，所以就需要不断的塑造自己。老毛当年就是这样不断的神化自己所有在亲近老毛的人都知道，他其实就是个暴君，他就是一个混世魔王，但是在公众面前那就是一个伟大领袖就是一个神习现在出版这些书，我个人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这些文字来神化自己，让自己跟其他过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不同，所以他才可以不受任期制的限制。这第一点。第二点，你比较一下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他跟老毛的这个毛泽东选集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邓的这个文选到江到胡的文选都带有非常强的文献性质尤其是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退任之后出版的，而且发行量也非常低嘛，基本上收录的都是他在任期之内的重要的这个历史节点的一些批示讲话。你像胡锦涛还讲了他当年在西藏这个骚乱处理过程中间的一些讲话，处理这个新疆75事件的一些讲话，这就是历史文献嘛，所以它还有很强的文献性质。但是老毛的选集不一样，老毛的选集为什么要做到人手一册它不是文献，它是文件，它是让你学习的，让你不同的入脑入心入魂的。你接受伟大领袖，你匍匐在他的权力之下，你才能接受他的领导，你才能无限崇拜他。那么习现在这个书更像什么？我个人觉得不像文献，像文件。尤其是中办现在发文，让全国各地都要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这本书，那是什么？肯定不是文献，对不对？就是文件，让大家拼命的学习，而且学习的过程中还要入脑入心入魂。这入脑入心入魂就是搞个人崇拜嘛，那还用说吗？你想想我们正常的理论交往、思想交流，谁需要入脑入心入魂呢？邓小平当时在《邓小平文选》里还经常讲这理越辩越明，但是呢，现在你看习的这个著作里头不再提任何不同的意见了，你认真学习我的思想就好了。你不但要认真学习，你还要入心入肺、入骨入髓、入脑入魂。那你想想，这不就是个人崇拜吗？你要彻底放弃自己的思考，你完完全全接受他对你的思想的这样的一种奴役。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摆在重要位置，组织党员干部原本学，认真悟。这就是现在习近平搞各种各样著作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个东西能成吗？我就在想文革时期那个红宝书包括毛主席语录邓小平上台之后曾经批评过，说这些东西呢有3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形式主义。当时老毛一发这个重要的著作之后很多人是搞那个形式抬过去，抬到自己村里，放在一个祠堂里供起来，这不就形式吗？而且把它当作圣经一样摆。其实当时中国那些农民大多数都文盲，有几个人能读懂老毛这些书读不懂不要紧，供起来，那供起来就行。那就是把这个书籍本身神圣化。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实用主义，就认为让毛泽东思想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毛泽东思想医疗卫生工作队来到了辽宁省富县聋哑学校，毛主席和咱们心连心，派来了亲人解放军。医疗队带着治疗中的问题，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全校105名聋哑学生终于全部恢复了听力。当年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用毛泽东思想能治好精神病，就认为天下所有的问题，只要你学习了毛泽东思想，你就可以解决。第3个就是庸俗化。庸俗化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治疗精神病的类似的啊，叫跳中字舞啊，结婚之前要喊毛主席万岁呀，挥着红宝书啊去救火呀等等啊，这就是庸俗化。因为已经把这东西啊，把它搞得像法轮功一样，像圣经一样，你想想，这不就是庸俗化吗？反有理，要革命，要跟我走，不革命，要滚他妈的蛋！今天这个习近平的这些书籍啊，我个人感觉已经开始慢慢朝那个方向发展了。冯骥才写过一本书叫《100个人的10年》。话说当年有一个村庄啊，去请毛主席像，然后呢晚上走着山路，就抬着毛主席像回自己的村子，结果走的过程中间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这毛主席像咔嚓就摔碎了。摔碎了之后，这可不得了，老毛的这个雕像摔碎了。结果当时就中间有一个人喊跪下。于是现场的几十个人咵嚓就跪在地上了，忏悔啊！你想想，罪过大了，对不对？那老毛的塑像摔碎了，那你这不是欺君之罪吗？但是这个跪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这个跪的过程中，大家就在想，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因为没有人敢提呀。你要提前起来的话，那就意味着你肯定没有入魂。你因为如果入魂的话，你得一直跪下去，那这个忏悔嘛，对不对？但是一直跪下去，那得跪到死啊，怎么办呢？结果跪了1夜之后，突然有一个人就喊，他说：“那前面有敌情，赶紧给我冲！”结果大家就突然站起来，全跑了。这个人事后回忆的时候说，他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这个人充满了智慧。我就在想啊，那些浮夸表面上的那些神圣啊，真正在人间社会人们看到的时候，究竟是皇帝的新装呢，还是这衰破的雕像呢？习近平著作选读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入魂。全面系统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要学出政治忠诚，学出使命担当，学出实干精神，学出深厚情怀，学出斗争本领，学出清醒坚定。